雅万高铁东延线大戏正式上演，印尼眼巴巴盼着中方再度出钱出力，拿下总规模300亿美金的爪哇岛全域高铁大单子，妄图复刻此前极度优惠的贷款模式。但这回中方一改往日温和的让利姿态，在北京磋商现场直接把73亿美金的一期旧账摊在了桌面上，态度清晰干脆，存量债务没有敲定具备法律效力的处置方案之前，1000亿延伸项目一概不予洽谈。很多家人们第一眼只看见表面，是不是觉得中国变小气了？一带一路不再愿意帮扶发展中国家？这恰恰就是普通人最容易踩进去的认知误区，也是今天我要带着大家剖开的视角。从来不是中方吝啬收紧合作，是单边无底线让利的老套路已经走不通了。雅万高铁从中国高铁出海标杆一路变成债务拉扯的棋局，背后藏着地质风险、金融规则、人性博弈、千年处世哲学的4重门道。咱们今天掰开了揉碎，好好的撇一撇这场100亿高铁拉锯战。我是白放大招，欢迎来到老北京。忆往昔咱们诚意拉满，中国掏出家底打造东南亚首条高铁，优惠条件堪称全球基建圈的骨折天花板。先把时间拨回10几年前，印尼长久以来一直怀揣高铁梦。爪哇岛是印尼人口最稠密、经济最核心的区域，雅加达往返万隆，100余公里路程，硬的要颠簸3个半小时，堵车、路况差，通勤效率低下，常年困扰千万民众。彼时全球能完整输出高铁全产业链的玩家屈指可数。中方拿下雅万高铁项目，初衷从来不是单纯赚一笔工程利润，而是想把中国高铁全套技术、标准、运营体系完整落地东南亚，打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旗舰样板工程。诚意从融资条款、工程攻坚、人才培育方方面面拉到了极致。最能体现诚意的，莫过于放眼全世界都找不到第2家贷款方案。我给大家算一笔直白账，听完你就明白中方当初退让到了什么地步。雅万高铁一期原定预算60亿美金，最终受印尼本土征地拖沓，3年疫情停工，全球建材暴涨，多重客观因素影响，总投资额上浮至73亿美金，资金结构划分得清清楚楚，整体25%为双方股东自有资本金，印尼手握60%股权，牢牢占据控股地位。中方呢，仅持股40%，剩余75%建设资金全部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专项放款，总计折合45.5亿美金，拆分美元、人民币2类贷款。美元贷款23.805亿，期限整整40年，宽限期长达10年，年利率仅2%。人民币贷款折合15.87亿，同样40年周期，10年宽限，年利率3.46%。最关键的一点，这笔巨额贷款没有要求印尼出具国家主权担保。不懂金融的朋友，我用大白话来解释一下，主权担保是个什么概念？但凡世界银行、欧美投行给别国发放大型基础贷款，首要的硬性条件就是借款国政府背书兜底，一旦无力还款，国家财政就要承担偿付责任。这是跨境基建融资的行业铁律。反观印尼本国国债融资利率常年稳定在6%以上，中方给出2%的超低美元利息，相当于主动让利大半利息。40年超长还款周期，前10年只付息不用还本金，等于给足了印尼漫长的培育缓冲期。拿掉主权担保，更是独自揽下了绝大部分回款风险。这般宽松的条件，在全球跨境基建领域堪称绝无仅有。道德经讲，圣人不积，既以为人；己欲有，既以与人。以欲多，己欲多，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当初中方正是秉持这份和合共赢的处世之道，愿意放下严苛的商业条款，让利空间给到伙伴国，盼着帮扶印尼完善交通基建，激活爪哇岛经济活力，最终实现互惠互通，彼此丰盈。为了适配印尼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，中方工程团队更是啃下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硬骨头。爪哇岛坐落于亚欧、太平洋、印度洋3大板块交接处，整座岛屿深陷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，全年大小地震数千次，活火山多达45座，全线地震烈度达到9度，
还要常年忍受高温、高湿、高盐雾的三高侵蚀，松软的火山灰软土遍布全域，隧道泥岩极易塌方溜塌，堪称天然的铁路地质博物馆。国内普通高铁无需应对的抗震防腐软土地基层降难题，在这儿全部变成核心的攻坚课题。中方技术团队先后30余次奔赴印尼，实地踏勘，攻克40余项重大地质科研难题，重新研发轻量化抗震箱梁，比国内同款桥梁减重100吨，抵御地震冲击。针对膨胀泥岩、隧道塌方隐患，优化开挖工法。曾经隧道短暂塌方停工20天，团队连夜调整方案，稳妥复工。复兴号动车组量身打造防腐密封涂层，抵御盐雾腐蚀。整条线路隧道占比高达80%，13座隧道、15座桥梁逐一落地，硬硬的在火山地震带上铺就了一条安全平稳的高速铁路。建设期之内中方累计为4.5万名印尼本地工人提供焊接、机械、电工系统化技能培训，手把手传授高铁建造技术。开通运营之后推行师带徒模式，大批印尼员工考取从业资质，独立上岗。一条高铁不仅送来了速度，更留下了完整的产业技术与人才体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2023年10月17号，雅万高铁正式通车，雅加达至万隆通勤时长从3个半小时压缩至46分钟。截至2026年7月，高铁安全运营整整1000天，累计发送旅客突破了1658万人次，单日最高客流2.67万人。每日开行列车从最初的14列暴涨至62列，列车正点率稳定95%以上，动车组安全行程里程突破802万公里，零重大安全事故。印尼民众亲切称呼它为 WOSH， 寓意飞驰、便捷、安心。实打实的运营数据，完美印证了中国高铁技术在海外严苛环境下的验实。本该是双向奔赴的圆满合作范本，可故事的走向却慢慢偏离了互利共赢的初衷。高铁通车运营，客流稳步攀升。按理说随着沿线商贸、文旅逐步激活，营收缓慢上涨，慢慢偿还贷款本息，才是合乎情理的走向。可现实呢，却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。印尼国铁运营压力远超预期，2024年上半年高铁板块直接亏损1.81万亿印尼盾，全年车票收入堪堪只够覆盖每年1.2至1.3亿美金的贷款利息，本金呢1分钱都无力偿还，彻底陷入只付息不还本的尴尬局面。咱们客观公允的讲，运营初期客流培育需要周期，短期亏损完全可以理解，中方对此始终抱有包容心态。可普拉博沃政府上台之后非但没有梳理自身财政收支，优化高铁运营商业模式，拓展沿线商铺、物流、文旅配套增收渠道，反而呢调转方向，把解决债务压力全部寄希望于中方再度放宽贷款条件。一套精心设计的赖账连招轮番上阵，把1000年来人与人国与国相处的分寸感抛之脑后。第一招，利率再下调，原本已经压到全球谷底的2%美元年利率，依旧觉得负担过重，要求中方再度降息，进一步削减利息支出。第二招，还款周期无限拉长，40年还款年限尚且无力承担，直接申请延展至50年甚至60年，把债务压力继续往后世代推移。第三招，美元债务转化为印尼本币结算，意图规避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偿付压力。可印尼盾汇率常年大幅震荡，一旦转换币种，中方回款的汇率风险将全部凭空暴涨。2026年7月，印尼直接官宣将这笔73亿美金的巨额债务从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划归财政部，正式升级为国家级债务重组项目。这一番操作背后的小心思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。借着债务重组的契机先用降息拉长年限，本币结算压低旧债偿付压力，等旧债还款门槛降低放宽之后顺势抛出雅万高铁东延线300亿美金的新项目，完全照搬一期无主权担保75%贷款超长周期的融资模式，完美演绎经济学里典型的借新还旧，试图用一笔更大的新债掩盖无力清偿的旧债窟窿。很多家人们此刻肯定会纳闷，东延线究竟规划了什么项目，能撬动300亿体量的资金？
咱们把规划全貌讲清楚，大家就能明白其中潜藏的巨大隐患。印尼规划的并非独立新建高铁，而是雅万高铁一路向东延伸，最终打通整条爪哇岛，形成雅加达到万隆到泗水到外南梦千里高铁走廊，全程总里程将近1000公里。现阶段优先启动万隆至泗水段可研勘测，印尼基建部门敲定南、中、北3条备选线路，参数各有差异。南线总长629.5公里，设置13座车站，全程运行180分钟，途经日惹文旅核心区。中线呢，总长679.2公里，15座车站，耗时193分钟。北线总长642公里，14座车站，运行184分钟，串联三宝工商业重镇。3条线路无论敲定哪一条，建设难度都远超雅万高铁一期。一期仅仅142公里，就穿越无数断层、软土、泥岩隧道。东沿线需要纵深贯穿爪哇岛腹地，途经更多活火山、地震断裂带，规划隧道数量多达20余条。地质灾害塌方、火山扰动、地面沉降风险成倍上涨，建设成本、后期运维开支都会水涨船高。一期73亿债务已经压得印尼喘不过气儿，倘若300亿新贷款落地，每年产生的利息总额会直接翻倍激增，到时候连利息都难以维系，债务雪球只会越滚越大，最终彻底崩盘。易经乾卦有云：亢龙有悔，意思是凡过太过顺遂，一味索取，不知收敛，最终必然会迎来反噬的结局。中方当初心怀善意，让利合作，是希望彼此携手共进，而非纵容对方无限透支信用。做生意处邦交，跟为人处事别无二致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；有借无还，情谊消散。古人常讲，财不入急门，信不奢长久。信用一旦被反复试探消耗，再深厚的合作基础也会慢慢松动。这儿顺带戳破西方常年刻意渲染的债务陷阱谬论。真正的债务陷阱是逼迫弱小国家签下严苛的霸王条款，强行索要主权抵押。反观雅万高铁，中方主动放弃主权担保，超低利率、超长缓冲周期，所有超支根源均来自印尼本土征地滞后、疫情停工、物价上涨。印尼统筹部长也曾公开坦言，工期延误问题责任不在中方。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框架始终主张量力而行，管控债务风险，绝不搞透支他国财政的借贷套路。这波暂缓新项目洽谈，恰恰是为了规避印尼陷入更深的债务泥潭。古丝绸之路绵延1000年，商旅往来、邦国交往之所以能够传承久远，依靠的从来不是单方面的馈赠，而是互通有无、信守约定。中原输出丝绸、瓷器、技艺，西域送来香料、珠宝、物产，双方恪守商贸契约，才有了万里丝路的繁华盛景。放到现在的跨国基建合作之中，这套准则依旧颠扑不破。技术、资金、工程是中方的付出，按时履约偿还债务，开放沿线经贸市场，接纳中国标准落地，是伙伴国需要兑现的承诺。权责对等，方能行稳致远。客观来讲，雅万高铁的价值毋庸置疑，它圆满实现了中国高铁全系统、全产业链首次完整出海，在极端地质气候环境下验证了中国基建的硬核实力，为后续东南亚、中亚高铁项目积累了海量适配经验。通车1000天稳定运营的亮眼数据，早已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基建绝非廉价低质，安全、耐用、适配性拉满的品质深入人心。中方暂缓东沿线洽谈，不是为了否定雅万高铁的标杆意义，恰恰是为了守护这份标杆的含金量，不让优质基建项目沦为无休止的债务纠纷载体。所以看懂了吗？这场看似是300亿高铁大单的拉锯，实际上是一场大国合作规则的重塑，更是一次千年处世智慧的现代复盘。中国人做事从来不靠强势压人，不靠话术唬人，咱们信奉的是以德示人，以规立戒。昔日我们倾囊相授，极致让利，是大国胸怀；今日我旧账不清，新单不谈，是大国底线。论语有云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真正的共赢从不是一方无私的书写，一方坐享其成，而是你守信，我真心；你礼约，我赋能。雅万高铁飞驰的1000个日夜，见证的不只是中国基建碾压级的硬核实力，
更见证了中国式合作的温度与原则：善意可与，纵容不可，让利有度，底线无疆。一带一路从来不是慈善盛宴，而是强者与强者的同行，是诚信与诚信的双向奔赴。没有清算旧账的诚意，就没有共赴新程的资格；没有守诺履约的担当，就不配拥有千亿红利的未来。往后无论是爪哇千里高铁的宏图，还是东南亚基建的变局，中国始终会敞开合作的大门。但我们也已经告别了无底线迁就的过往，诚信危机方可致远，旧账理清方能新生。我是白放大赵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